与奉行国外爆口碑，赵丽颖演技引爆口碑，中国古装剧登顶国际舞台。中国的古装剧一直深受海外观众的喜爱，如今与奉行更是风靡全球，同步在北美、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这6个国家和2个地区播出，展现了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国内观众对赵丽颖的状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猜测她与林更新之间是否依旧保持着令人心动的 CP 感。这种关注引发了大量的吐槽和热议，使得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名字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现，热度持续上升。看着林狗偶尔显露出的微胖身材，实在难以想象她如何能够胜任那超脱尘世的行止神君角色。然而，那些闻名而来的外国观众却纷纷赞不绝口。对他们而言，仙侠古装剧的魅力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魅力源自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和神话宇宙。他们所欣赏的不仅仅是演员的表演，更是这些作品所展现的东方神话世界的奇幻与迷人之处。古装剧中展现的乡村美学深深吸引着我，它们美丽而宜人，让人陶醉其中。景色布置得如此美妙，真是令人赞叹。双引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神话吗？其中展现的军事策略和布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双引号，与奉行无疑是一部在取景上表现突出的仙偶剧。相较于其他同类作品，它的拍摄地点选择在风景如画的浙江，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成为了剧情背景的最佳衬托。剧组摒弃了常见的绿幕合成手法，真实的将阳光洒落在演员身上，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如诗如画的景致之中。那件备受争议的素色衣裳，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两袭青衫轻轻摇曳，仿佛将江南的美景尽收眼底。导演邓科运用实景拍摄的手法，结合杜比视效技术，让每一帧画面都如同精美的壁纸一般细腻动人。特别是在少女小鹤出场的那一幕，更是将古诗中江南可采莲，莲叶和田田的描绘具象化，使得冠小鹤身着青绿色的衣裙，轻轻挥动木桨，穿梭在碧蓝的湖水与翠绿的稻田之间，宛如一条自由自在的鱼儿，在属于它的广阔天地中遨游嬉戏。在梦幻般的东方传说中，荷花精以其俏皮可爱的形象独自泛舟。她天真无邪，宛如初生之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作为想象中的精怪，她汲取着天地间的精华，灵动得让人惊叹不已。其造型大方而不失精致，2个小辫子巧妙地束以发带，服装的色彩搭配清新脱俗，仿佛一朵出露尖尖角的荷花，令人瞬间联想到古早神话剧与美人中的场景，宛如穿越时空的画卷。重新审视赵丽颖饰演的沈离和林更新所居住的幽静园林，这个宛如仙境的地方，院内栽满了凌霄花，只要微风轻拂，便会洒落一地的红色花瓣。2人悠然自得地坐在屋内，无所事事，只是静静地欣赏着天空，品味着雨声，偶尔目光也会落在过往的雨世面上，那些充斥着爱情、纠葛与仇恨的仙侠剧截然不同。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仙侠版的《向往的生活》，它带给观众的是一种自在惬意、赏心悦目的体验，让人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够静下心来，享受那份宁静与美好。弹幕上纷纷涌现出仿佛置身于幽静山林，梦中也曾拥有那般行云流水的小院的感慨。这幅作品在构图和取景上的出色表现，不仅征服了国内观众的心，更让海外观众为之倾倒。这次与奉行的拍摄的恐怕将成为旅游业的新热点，仅仅是其中的美景，就已经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了。此外，对于那些热衷于东方神话的外国网友而言，结印、施展法术以及进行对战等情节无疑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当唢呐的旋律响起，诸多神明庄严的现身时，他们所展现出的传统古装风格恰恰符合了这些观众的审美。在描绘灵尊捉拿沈离的场景时，
剧组的排兵布阵十分考究。他们借鉴了南宋时期的一幅画作《五百罗汉图》作为灵感来源。在这幅画中，云层的层叠起伏和神明的若隐若现，共同营造了一种肃穆庄严的氛围。剧组将这种氛围融入到了捉拿沈黎的场景中，使得这一幕更加生动逼真。尽管赵丽颖和林更新这两个名字在国际上可能并不广为人知，但他们所主演的电视剧《楚乔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的。该剧当年在海外播出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成功的进入了200多个国家，甚至成为了2017年谷歌热度排名第1的电视剧。此外，该剧还参与了戛纳电视节，并创下了高达459亿的播放量，这样的成绩是其他电视剧难以比拟的。据光明日报报道，哥伦比亚播出了《楚乔传》，这一现象直接证明了国产影视节目在海外引发的广泛共鸣。这充分展现了文化的深远影响力，再次印证了文化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对于两人的再度合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烈讨论。公主特工的组合真是如雷贯耳，楚乔传已经过去多久了？时间过得真快，他们再次联手，依旧没有让人失望，展现出了预期的化学反应。长久以来，星月 CP 的粉丝们一直对他们的解散感到惋惜。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几年后，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携手合作，他们在水中出现的那一幕，仿佛时光倒流，让人们重温了当年的美好回忆。这一幕不仅让粉丝们激动不已，也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这对 CP 的深厚情感。即便是在前2集中，沈黎的特效肉鸡戏也令人捧腹大笑，这一幕同样在外网观众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纷纷表示，这难道是一部喜剧吗？一开始我还以为那只鸡是光秃秃，没有羽毛的，不过幸好后来改成了烧焦的尾巴。虽然这本小说的粉丝不多，但我们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双引号。难以置信的是，羽凤行的原著小说在泰国也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群体。事实上，中式仙侠文在国外一直备受欢迎，同时，中国的历史剧和古装剧也积累了大量的忠实观众。先前，《陈情令》在东南亚地区引起了极大的热潮，而随后，《琉璃》《沉香如屑》等仙侠剧也相继走红，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剧集的全球影响力。《羽凤行》这部仙侠喜剧可谓是轻松愉悦，不带有虐心的情节。故事围绕着一个口若悬河的凤凰和一个身体柔弱却厨艺高超的厨子展开。前几集的情节令人捧腹大笑，充满了趣味和欢乐。这只特效鸡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活力，它的傲娇和坚定让人印象深刻。配音师赋予了它生动的灵魂，仅仅是通过它自言自语，就能深深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人忍不住继续观赏。尽管《羽凤行》目前在网络上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和热度，数据表现令人瞩目，为制作方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争议。有人觉得该剧的剧情相对平淡，缺乏扣人心弦的高潮与转折，而另一些人则指出，赵丽颖的眼神显得愈发沧桑，不再具备过去的灵气，因此她在演绎古装偶像剧时显得有些吃力。随着剧集的连续更新，口碑逐渐累积并传播开来，海外观众开始更多的聚焦于其传统文化元素。随着更多国内观众的加入，你对《羽凤行》这部剧有什么看法呢？《羽凤行》在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爆发出了令人瞩目的口碑。这个消息无疑是给整个剧组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喜悦。《羽凤行》作为一部中国古装剧，能够在国外获得如此高的口碑，实在是令人惊喜。这不仅是对剧中演员们出色表现的肯定，也是对剧组每一位工作人员辛勤付出的认可与鼓励。他们的努力和汗水得到了国外观众们的认可与喜爱，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外网观众们纷纷表示惊叹，称赞《羽凤行》不仅剧情扣人心弦，更是制作精良、场景华丽、服装道具精致，
尽显中国古装剧的雄风与魅力。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古装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在这里，我代表节目组衷心地祝贺与奉行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你们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也为中国电视剧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感谢国外观众们的支持与喜爱，没有你们的热情与关注，这样的成绩也不可能取得。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着与奉行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也希望中国电视剧能够越来越好，为观众们呈现更多优秀的作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